这真的不是炸鸡。来，在视频开始之前，大声的告诉我，你们那儿现在已经多少度了？纽约这边的天气都快赶上武汉了，每一天都是30多度，所以我就研究了各种冰淇淋的做法。而就在前几天，我突然看到了这个。你们看这独特的造型，这诱人的金黄，仿佛散发着强者的光芒。直到我准备下单的那一刻，好家伙，人民币70块一个，这不抢钱吗？傻子才会买呢。哎，你们看这包装还可以啊，看起来还蛮像全家桶的。所以你们觉得它像炸鸡吗？我先帮你们尝一口啊。我靠，这也太难吃了！除了超级甜以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真的，我从小就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但是我一想啊，如果能把它的造型不变，但是改成更好吃的样子，那你们不也可以拿出去卖70块钱一个了？发家致富的方法被我找到了。你们看它长得大概10厘米吧，所以这肯定是炸鸡的翅根部分。于是我马上买了一个全网销量最好的模具，为了看它的大小，我还特地用清水冷冻法测量了一下。我去，这也太小了吧！我大学食堂卖的都比它大。算了，模具什么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在把家中的存货都翻了一遍以后，我发现家里还有一些食用级别的硅胶和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鸡翅模型。我会了。硅胶得提前混合起来，和拢，再给鸡翅包一层锡箔纸，麻溜的放到液体里，等它完全干，大概还要24小时吧。所以就先来做今天的主角——冰淇淋。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刚做好的时候还行，一冷冻就变得巨硬的冰淇淋？我妈做的就是这样，因为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冰箱根本做不到瞬间冷冻，所以冰淇淋都是一边冷冻一边融化的，一旦水分多了，就会变成这种样子。所以在研究了很久以后，我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共有3种。办法1，少加水，水分越多，成品就越硬，所以牛奶和奶油的比例大概在1:1才是最合适的。准备1大杯牛奶和1小杯玉米糖浆，配上香草精和一丢丢盐，和拢，再接着到把手指放进去会而不是啊的程度，就可以用它来进行第2个步骤，乳化反应。你们都学过怎么稀释浓硫酸吧？牛奶和蛋黄的乳化过程也是差不多的，只要一边把热牛奶分批少量的加到蛋黄里，一边飞速的搅拌，蛋黄中的卵磷脂就会把水和油混合成均匀的乳化液，最后还要放在冰水里降温到20度左右。舍不得蛋黄的同学还可以用洗洁精或者肥皂代替，虽然味道不敢保证，但口感还是可以的。方法3，加空气。你们吃过这种甜筒冰淇淋吧？它之所以很软，就是因为一半都是空气，比上校鸡块里的面粉都多，所以还得准备一份奶油，把它抽到和你一样的虚胖状态，最后用翻拌的手法和放凉的淡奶液一起和拢，就可以放进冰淇淋机，搅拌10分钟以后，它就能形成细腻的口感。要家里没有冰淇淋机呢，那也可以把1个蛋黄变成3个，让它形成更浓稠的乳化液，再冷冻起来，一份卡士达冰淇淋就完成了。你们看，现在都凌晨2点了，早上还得上班，那就明晚再继续吧。哎，模具做好了，你们看得到吗？和手一样宽就可以了哈。把冰淇淋蒯到模具里压紧，留下一点点空间。鸡翅骨头的部分，我用的是原配方里的碱水饼干条，再加上一份条纹巧克力，蘸一下，等巧克力干透了，就塞进模具，继续冷冻半小时。一切顺利的话，脱模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其实我就是想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冰淇淋究竟能有多软。你们看，厉害吧？记得都照做啊。炸鸡外皮的部分，我用的是原版的焦糖巧克力，也就是白巧克力在高温下形成的焦化巧克力。具体的做法就是把白巧克力放在110度的烤箱里先烤10分钟，为了让它受热的更均匀，还可以在重烤之前把它在烤箱里铺得平平整整。怎么样，是不是舒服多了？
然后利用同样的操作，每烤10分钟就拿出来和弄，重复4到5遍，然后加上一些椰子油，隔水加热到全部融化，再放凉到和那家门外差不多的温度。最后拿点早餐吃的麦片，再找一个比较重的工具，隔着塑料袋砸到稀碎以后，把冻好的鸡翅蘸上一层巧克力，再飞速的放进去打个滚，让麦片裹满它的全身。一根可以卖到70块钱的鸡翅冰淇淋完成。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鸡翅做的还行吗？我觉得不行。这样一份简单的甜点，应该人人都能做，没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首先是模具，我觉得自己去做还是太麻烦，只要有麦片在，稍微用手整理一下，也能变成和炸鸡一模一样的造型。然后是骨头，原版的食材虽然高级，但我觉得这种随处可见的巧克力饼干也能完美的取代它。最后我知道肯定还有喜欢翅中的小伙伴，所以我又把冰淇淋捏出了翅中的样子，再配上2根新版的骨头，也完全没有一丝的违和感。那么就让你们先吃吧。放入口中，耳边回荡的是外壳的酥脆，咀嚼之间，口中绽放的是牛奶的清香，甜蜜香醇一发入魂，让我感到全身冰爽宜人。这种甜点也太适合这个夏天了。怎么样？这次你们应该学会了吧？如果你们把它做出来了，还卖了70块钱，记得一定过来告诉我哈。谢谢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来一个点赞加关注吧。我是大碗拿铁，我们下期再见啦。